经常看到有人说，这世上烦恼多得不行，走了一个又来一个，没有消停的时候。想想，其实说的也没错，人生起起落落，不如意事十之八九，有谁能做到一帆风顺呢？相传释迦牟尼花21天讲了80卷华严经，花12年讲了180万字的阿含经，但仅有260字的心经，他却足足讲了22年。虽然心经只有短短260字，但却是万经之王。佛陀用了整整20几年的时间去解释它，可见它里面藏着太多的智慧。佛陀讲，万法唯心造，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，世界万法皆为心所造，因为有心才有了一切。人们对于外界环境的感知，其实都是自己的心念所感召。心有一切有，心空一切空，心乱一切乱，心安一切安。人生的很多烦恼都是源自我们的心中执念，执念什么，必然受困什么。当你读懂了心经里的这3句话，就有了改变人生的神秘力量，必将福气盈门。1. 心是一切痛苦的根源。心经曰：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心中不受物欲牵绊，就没有任何事情值得自己害怕烦恼，也能够远离妄想执念，获得自在。心是人的最根本，在佛教看来，修行就是修心，所以佛说境由心转。一个人的境遇和环境能够随着他人心境的改变而改变，这并不是说心中想要一件事物变成什么样就能变成什么样，而是自己心怎么想，这件东西带给自己的就是什么感觉。就像一个人刚走到一处时，高空就坠下一个花瓶砸在他面前，若是心性乐观的人，就会想到自己运气真好，躲过了一次灾难，于是整天都很开心，周围的人被他感染，心情也都很愉快。而若是心性悲观的人，遇到这样的事，就会觉得自己真倒霉，差点被砸死了，一整天都唉声叹气，旁人看到了也会远离。从这个例子就可知，一个人心性不同，那么同一件事对他造成的影响也会不同。人不能想让风怎么吹就怎么吹，不能想让太阳什么时候升起太阳就怎么升起。想要改变世界难如登天，相比之下，改变自己就简单了许多。因此，改变自己，先从改变自己的心开始。心的不同，事物对自己的影响也不同。佛曰：相由心转，境随心造。改变心境，就能改变生活的状态。这一生，心才是一切痛苦的根源，心才是一切解脱的源头。人生修好心，日子才能快乐幸福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曾经有个人年轻时遭人陷害，后来冤案虽被平反，
但他已经坐了8年牢。出狱后，他终日不开心，总是骂骂咧咧。我真倒霉，人生最好的年华都在大牢里荒废了。我吃了那么多苦，那个陷害我的家伙，就算把他千刀万剐，也难泄心头之恨。一直生活在痛苦中的他，65岁时，生命也快要走到尽头。慧通禅师前来看望，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何苦耿耿于怀呢？他气若游丝，仍喃道：大师，我是被冤枉的，如何释怀？那个人把我的人生都毁了。禅师摇摇头，你在里面坐了8年牢，在外面又坐了整整30年牢。真正毁掉你的不是那个人，而是你自己的心啊。是啊，一个人一直放不下过往，总是在委屈、怨恨、痛苦中度日。哪怕身体自由了，心却始终困于囚笼。佛陀讲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人的喜怒哀乐皆由自己的心决定，心是一切的根源，是烦恼的根源，也是快乐的根源。若是不想受到无常的困扰，就要历练自己的心境。遇到事情，不要一味向外求，试着向内找原因。总是换工作，是因为每个工作都很差呢，还是因为自己带着怨恨工作？总是失恋，是因为遇到的人都不好呢，还是因为自己内心少点宽容和理解？很多时候，问题的根源是在自己的内心。让你烦恼的人，可能是来帮你的；让你痛苦的人，可能是来度你的。读懂了心经，做到心无挂碍，心中才能无喜无悲，清净自在。而你的世界就是你内心的映射。有这样一则故事，曾经有2个书生学业相当，都有望考取进士，于是他们结伴上京赶考。路过一片树林时，突然一只小鸟摔下来，死在他们脚边。高个子书生没当回事，继续往前走。矮个子书生心里咯噔一下，鸟落在地上，岂不是落地吗？他看着鸟沉默许久，而后才追上高个子。到了京城，他越来越郁闷，满脑子想的都是考部中的悲哀。结果考试那天，他心中被落地纠缠，答题毫无思路，最终名落孙山。而高个子书生一心高中，答题行云流水，果然金榜题名。不相干的是，一个没当回事，一个瞎想事，最终结果天差的别。人生的苦乐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心态造成的。一个人总是想快乐的事情，就会变得快乐；总是想着悲伤难过的事情，就会变得忧郁。心中无尘心自安，烦恼由心而生。改变自己，才能改变一切。曾经有一个人很喜欢蝴蝶，他买来网子和运动鞋，追逐蝴蝶，终于气喘吁吁抓到几只。
但是蝴蝶困在网里挣扎，丝毫没有美丽可言。那个人也很失望。另一个人也很喜欢蝴蝶，他于是在窗口种植了漂亮的盆栽，静静坐在窗边品茶，看着蝴蝶翩翩而来，心情很是愉悦。一切向内求，你变了，一切就变了。只要做好自己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你若盛开，蝴蝶自来。3. 心越清净，人越自在。佛曰：一念一清净，心是莲花开。很多时候我们内心不清净，旁人的一句话一个动作都搅得我们不得安宁。心宽1寸，路宽1丈，心宽了，烦恼自然就少了，日子自然就顺了，人生也会圆融自在了。清代有2位杰出的画家，一个是金东新，另一个是王征。金东新的画画技艺高超，待人谦和宽容，所以人们都十分钦佩他。而王征就很见不得金东新，只要见到金东新的画作，总要出言诋毁一番，有时候甚至在人多的集市，王征都要对金东新的画作指指点点。金东新却不以为然，也不恼怒，只是默默收起画作，转身回家。有一次，众人被一位朋友请去家中赴宴，金王也在其中。酒过3巡，有人提议以柳絮为题作诗，王征想要争先，就脱口而出：飞来柳絮片片红。众人听了愕然相顾，柳絮是白色，本是常识，王征却说出这么没有常识的句子。话说出口，王征顿时酒醒，羞愧不已。这时金东新又对一句：夕阳返照桃花渡，3月桃花渡，在夕阳的映照之下，自然变成红色。这句巧妙地呼应了王征那句诗的意境，更加化解了王征的尴尬。众人纷纷称赞王征羞愧难当，从此不再诋毁金东新。心经有云：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情绪不受凡俗影响，形式不因变化波动，坚守内心的清净，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。人生无常，凡事先放一放，置身事外想一想，于喧嚣处不慌张，拥挤处不迷茫，福气也就来了。心若清净了，万事就简单了。做人心量越大，成就也会越大。心底无私天地宽，心有海量万事容。达照法师曾说：无忧即是福，心宽则无忧，故心宽是福。心宽如海，百福尽来。凡事放宽心，人生才会活得自在。凡事放宽心，人生才会海阔天空。佛说：心包太虚，量周沙界。心境广阔的人，不论外界是晴是雨，内心都是天高云阔，总能放空自己，不生苦难。这便是般若心。
能装下世间无穷美好，收获人生旅途珍宝。正所谓心大则福大，心无量则福无量。四，有所必有钥匙，一切烦恼皆有解决的办法。心经说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这世上万物都是本性自空的，空就是变灭，就是因果。这世间一切的烦恼都有解决的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所必有钥匙，一切事物都是有因就有果，有果就有因，只要找到问题的因，就能够解决问题。佛说万法皆空，唯因果不空，万物皆是缘起缘灭，处于因果之中，就像春天的桃花，是凭空绽放的吗？而是需要花种进行栽培，土壤阳光的滋润，在这些因缘下一天一天的成长，才有了我们看到的花景。福祸无门，为人自照。这世上一切的事情皆有其因，因果真实不虚，是事物身上客观存在的规律。佛说，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懂得防患于未然，从根本上杜绝问题发生，才是智慧的做法。这世上一切烦恼找到了问题的源头，就有解决的办法。想要花开就去栽种，想上好学校就努力学习，想生活平安幸福就别做坏事，得罪了人就去挽回。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解决，只要自己找到问题的根本，有心解决就可以。明白一切烦恼皆有解决的方法，也就明白事物身上的空性，也就明白了因果。读懂了心经，懂得从因上解决问题，也就懂得寻找事情发生的源头，懂得从根源解决事情，自然也就找到了不烦恼的活法。五，被感官支配的生活和动物没什么区别。心经曰，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五蕴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众生通过感官看见的、承受的、想到的、做过的、认识中的一切事物，能够做到五蕴皆空，人生的烦恼苦厄也就没了。感官对人的影响其实非常大，就像色欲，就是看到了美女，所以产生了欲望，受不了贫穷，于是想要富有；受不了卑微，想要权力，于是对名利金钱开始追求。多少亡国因为色，多少杀人放火因为财，多少勾心斗角因为权。这些都是人的感官支配了自己的欲望，产生了执念，种下了恶因恶果。人的种种烦恼都是因为自己的这些妄想执念产生，因为对某件事物起了执念，产生了欲望，得到了想要更多，苦苦追求没有歇息的时候，得不到就痛苦难耐，烦恼就这样围绕着自己，怎么也解决不完。妄想执念怎么来？就从五蕴中来。
人一旦被感官支配，一心只想满足自己，欲望充满，没有了用心思考的空间，和动物没啥区别。因此佛门有5大戒律，就是为了让修行者能够6根清净，不受感官支配，在欲望中沉沦。读懂心经，做到5蕴皆空，不起执念，烦恼自然就散。佛说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的，人是未觉悟的佛。之所以不能觉悟，是因为心中的妄想和执念。心经是大乘佛教的精髓，读懂了心经，就能心无挂碍，明因果，不起执念，自然也无烦恼的自在了。读懂了心经，就能在一花一世界中快意生活，在一叶一菩提中绽放人生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无论你身在何方，愿我们一起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